结婚2年，老公从不让我碰陪嫁那辆车。他说女人车技不好，磕碰了维修费太贵，愿意给我当24小时专属司机。我信了。直到有天夜里大暴雨打不到车，我求助老公，他却犹豫了。老婆，你还是打车回来吧，车刚洗过，出门就脏了。那一刻我才清醒，方向盘握在谁手里其实很重要。第二天，我让他哭着交出车钥匙，滚出我的房子。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偶然翻开一本旧书，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欢迎来到时光书房，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周五加完班已是夜里10点，偏偏还遇到特大暴雨，打车软体上等了很久，前面还是好几百单，无奈我只能求助老公。我家离公司也就20分钟车程，他现在从家过来接我，肯定比我打车要快很多。反正他经常挂在嘴边，愿意为我当24小时专属司机，我还从没特意让他专程来接过。今晚正好享受一次福利。可是电话接通后，我刚提出这个诉求，对面就安静了。我以为大雨影响了信号，也没多想，又重复了一遍：老公，你赶紧来接我吧，加班到现在我晚饭还没吃呢，现在又饿又冷，扛不住了。对面还是没说话，我以为信号断了，挂了后重新拨了过去，对面才终于有了回应：老婆，现在过去雨太大了，肯定堵车，还不如你去借把伞坐地铁快呢。我没好气嗔道：你去阳台看看雨有多大，伞刚打开就被刮变形了，等我冲到地铁站早成落汤鸡了，肯定会感冒呀。他语气有些讪讪：那不然你搭一下同事的车，下次请他们吃顿饭就行。我反问：同事们早就走了，就我一个人加班，哪有车给我搭？他顿了下，又继续提议：老婆，实在不行那就打个车回来吧，别忘了用周五晚高峰优惠券。我快急死了，不知道今天他怎么这磨磨叽。你以为我默打吗？我早就排了好几个打车 app， 最快接单都要2个多小时，到家肯定半夜了，实在扛不住。越说我越觉得越不对劲，忍不住疑惑，说那么多，你不会是不想来接我吧？他立马反驳：没有，哪有，怎么会，绝不可能。老婆别多想，我只是在帮你想最快回家的方案啊。我哼了声：别耽误时间了，你现在开车出门过来接我，就是最快的方案。以为说定了，我准备挂电话了，他却又支支吾吾开口：老婆，其实我刚刚已经洗完澡爬上床了，实在是不想出门，要不你再等等，兴许很快就有人接单呢。我简直快气炸了，换了严肃语气又问了一遍：你什么意思沈瑞？你就让我大半夜在这忍饥受冻，不管我死活了是吗？见我真的生气，他赶紧陪笑：哪能呢？说的什么气话？怎么就不管你了？行，那我等着你。我一锤定音，掉了电话。我实在搞不懂他在纠结什么，平时也莫羡他这么懒，家里亲戚让他跑机场、跑车站接人，甚至他老板让他帮忙私车公用接客户，他回回都跑得很勤快，而且居然还跟我说10点就洗澡上床睡觉。哪天他不是打游戏到11、2点才依依不舍下线？红鬼呢？果然男人就只有结婚前和刚结婚那阵最积极。挂了电话，我等得无聊，便跟闺蜜闲聊吐槽：婚姻真是一座坟墓，再美好的爱情都能埋了。闺蜜还调侃我：可能她只是正在打游戏，不想出门。以你们家沈瑞对你的狗腿劲儿，
应该很快就冲过来了。你踏实等会儿吧。我不好意思笑了下，觉得自己可能真是多心了。婚前沈瑞就对我百依百顺，结婚2年来也都挺宠我，小打小闹有，但没有过原则性矛盾。婚姻生活总体还是温馨美满的，便又安心刷着短视频等着他。可是等了又快半小时，沈瑞还没到，雨有些大，我担心路况不好，正要打电话问他到哪了，就收到了他发来的资讯。点开语音，里面传来沈瑞平静的声音：老婆，你还是打车回来吧，车刚洗过，出门就脏了。他的话让我好半天没回过神，我反复听了3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老婆暴风雨夜加班回不去家，快11点了，饭都还没吃上，他却在心疼他刚洗过的车。不对，甚至那辆车都不是他的，而是我的陪嫁。所以在他心里，我竟然还不如一辆车重要。我反手一个电话拨过去，想质问沈瑞到底什么意思，谁知只传来冰冷的语音提示音，他居然关机了。一瞬间我浑身上下比被暴雨兜头浇下来还冷，突然觉得很可笑。什么专属司机，什么女王副驾，24小时接送，全特模式扯淡。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件事，他天天宝贝疙瘩似的对待的这辆车，结婚2年来我好像一次都没机会开过。当初谈婚论嫁时，他说彩礼他掏空了父母全部积蓄，最多只能拿出6万8，嫁妆他们家也不挑，让我们按本地规矩就行。我父母倒是没意见，他们本来就很欣赏沈瑞这种从小地方奋斗靠自己在大城市扎根的年轻人，再加上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儿，除了把彩礼钱全部返给我们外，还早为我准备好了一辆车和一套全款房作为陪嫁。车子我本打算就买辆代步的就行，咱都是普通工薪阶层，没必要打肿脸买太贵的车，省下的钱也可为将来打算。但沈瑞似乎对车格外在意，婚事一定下，他立马卖掉了自己之前的电瓶车，然后天天跟我抱怨上班不方便，催我赶紧提车。那段时间，他疯狂给我安利各种进口好车，一有空就刷汽车论坛分享给我，周末又带我去各大豪车 4S 店。在我明确跟他说预算只有20万后，他非常失望，但之后还是不死心，不停给我洗脑。一会儿给我看哪个兄弟结婚，老婆陪嫁了100万豪车，一会儿给我说哪个同事开了豪车，保安看那人的眼神都不一样，还总是感叹车子是男人的第2个老婆，是男人的里子和面子，时不时暗示抱怨，说自己如果结婚后一个大老爷们儿还开这种低端车，实在没面子，领导也不会看得起他，甚至晋升也不会想到他。我对这种观点深深打问号，不明白一辆车怎么就有那么多含义，但我父母都听进去了。他们本来就觉得陪嫁一辆普通车太委屈我了，顺势把预算拉高，按照沈瑞的建议，直接买了辆50多万的进口宝马。这下沈瑞终于满意了。提车那天，我看他激动的都差点哭了，埋怨的话就吞下没说，要不是车子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真的差点以为这车我父母是买给他的了。开车回新房路上，他还状似不经意跟我开玩笑，说彩礼是男方给女方的，陪嫁就该是女方给男方的，他才是这车的主人。见我生气了，他又放低身段哄我，女人车技不好，磕碰了维修很贵，有我这个专属司机24小时服务不好吗？我的确不爱开车，嫌停车麻烦，停车费还贵，再加上地铁站离公司近，步行5分钟很方便，就没跟他计较。并且刚结婚那段时间，他确实每天都主动接送我上下班，同事见了还总打趣我，羡慕我遇到了万里挑一的好男人。
不管刮风下雨都主动接送老婆。我当时也觉得很甜蜜，并莫在意车子的使用权。后来，他慢慢就说自己工作忙赶时间，渐渐把我放在地铁站就自己开走了。下班时间又总凑不到一起，便也不再来接我。每次我提出要自己开出去玩或是办事，他要么说送我，要么说车子有问题，要么说我技术不好怕危险，让我坐地铁去或者蹭别人车去。婆婆也帮他说话，说我一个小姑娘开好车，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反正他们总有借口不让我碰车。久而久之，好像车子就都是他在用。他还会感叹，真羡慕你年纪轻轻就有专属司机，安心当女王坐在副驾享受。以往我只会觉得这些都是小事，莫上过心。车子本来就是买来我们小家一起用的，一家人何必分那么清楚。但现在很微妙，我是实际的车主，似乎随时可以用车，可我却反而用不了。这真的正常吗？难道别人家的陪嫁车也都是给男方使用的？我呆呆看着落地窗外依旧倾盆的大雨，陷入深深沉思。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心里隐约燃起一丝希望。沈瑞会不会刚刚只是故意逗我，其实已经来接我了？但看清来电又立刻清醒了，果然还是我太傻，从前看错了沈瑞。电话里闺蜜语气焦急，宝，发信息你一直不回，我不放心问问，沈瑞接上你了吧？到家别忘了说一声。我忍住哽咽，努力挤出笑掩饰低落心情。没事，放心，刚刚车上睡住了，莫看手机，你早点休息哦。心更冷了，连好朋友都知道着急。沈瑞身为丈夫却没有半分担心，甚至为了逃避关了机。这一刻，我心里冒出一句话，在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出现的人，以后也莫必要出现。我好像突然清醒，认识到一个问题，方向盘握在谁的手里其实很重要。想清楚这件事，我一下豁然开朗，不会再让步妥协。又排了1个多小时队，我终于打到了车，司机跟我确认目的地，我条件反射要报出家里地址，临时又改口去了最近的酒店。半夜，我终于才入住了酒店，吃完外卖又洗了个澡，我才缓了过来。这期间，手机一直都很安静，直到凌晨1点，手机突然疯狂响起，我没急着接，等电话又响了20多分钟，我才慢慢接通。沈瑞不满的抱怨立马传了过来，老婆，怎么这么久没接电话？这都几个小时了，怎么打车也该到家了吧？快回来，被我老公早给你暖好了。我没说话，对面叹气，就知道你肯定生气了。我刚才手机没电就关机了，一直在打游戏没注意，才充上电。你不会真生气我没去接你吧？都给你说了让你打车回来啊，打车和我开车去接你不也都一样吗？我还是没说话，只冷笑了一声。沈瑞终于听出了不对，语气也逐渐失去耐心。落月，你什么意思？我终于开口，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特别没意思。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从明天起我要自己开我那辆陪嫁车，你上班交通自行解决。沈瑞一下急得都破了音。什么？不行，我家给了你彩礼，你的陪嫁就是我的，你出去打听打听，谁家陪嫁车不是男方用的？再说我又不是不让你坐，每天我辛辛苦苦当司机，你还要怎么着？合住结个婚你又拿彩礼又拿陪嫁车和房，怎么什么好处都是你落月的啊？本来我很生气，但此刻我竟然有些想笑。什么歪理？简直荒唐至极。我忍不住对他灵魂发问，沈瑞，你和我结婚到底是为了这辆车，还是为了我这个人？当然是为了你这个人啊，
你在乱想些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却让我更怀疑。毕竟他的种种行为都和他的话完全矛盾。但是我觉得，你对那辆车，似乎比对我更加在意。沈瑞听完，反而笑了，缓了缓语气道：不是我说，你连车的醋都吃啊？这不是你的宝贝陪嫁车吗？我爱惜它也是因为是我老婆的啊。我也笑了，行，既然你也承认是我的陪嫁车，那从明天起，我自己要开。不管沈瑞是出于真的心疼那辆车，还是单纯偷懒不想出门接我，都是我完全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不会再让渡自己的权利，不会再为了成全别人的便利，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沈瑞却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岔开话题。大晚上讨论这些干嘛？明天再说吧。老婆快回家吧，太晚了不安全。我冷笑，现在说什么安全不安全？刚刚你不是断联了吗？不用管我了。回完我就挂了电话，也学他那样直接开了飞行模式，不想被他电话骚扰。本以为会失眠，但由于太疲惫，很快便沉沉睡去。第二天自然醒来，已经快中午。退完房我打开手机，果然涌入无数未接来电和资讯。沈瑞的资讯内容从生气到道歉再到生气，不用点开语音，光是语音转文字就已经能感受到他的愤怒。我没回复他，而是打了辆车先回家。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马上办。到了家门口，我正要指纹解锁，就听见里面传来的嚷嚷声：反了天了，夜不归宿悬失联啊！儿啊，你头顶绿帽子都发光了，你还稳得住呢？等你那媳妇儿回来，可不能就这磨算了。他这是摆明打我们老沈家的脸呐！早跟你说过，他这样的小媳妇儿在我们沈家村，都得被老爷们儿狠狠收拾一顿才老实。婆婆那尖锐大嗓门一顿输出，然后房内静默了很久。妈，我会好好考虑，这回一定给他个教训。沈瑞刚说完这句话，我就猛地推门而入。给谁一个教训？我平静问道。婆婆讪讪陪笑，拼命给沈瑞使眼色。不过不管她怎么暗示，沈瑞的脸色都好看不起来。见我回来，开口就是训话式质问：落月，你长本事了，现在生气都可以失联不回家了。你出去问问，谁家老婆夜不归宿？今天你必须给我和我妈一个解释，外加书面道歉，并发到家族群公示。我翻了个白眼，你觉还莫醒是吗？当自己是家族族长呢？我没什么好说的。昨晚那么大的雨，打不到车也没人接我，不就得露宿街头吗？怎么，你现在才知道我没车就回不了家？提起这茬，沈瑞神情有些尴尬，一时噎住了。婆婆王桂芬见状，赶紧上前和稀泥：哎呀，小月，都是误会。小瑞昨晚不舒服，早就睡住了，手机没电了也没注意，他也不是故意不去接你的。你打车回来不也一样吗？不是妈说你，再怎么也不至于赌气就在外面过夜，不安全不说，传出去也不好听呐。沈瑞找到了支持，怒火重新被他点燃，接着对我输出：好，就算你回不来，那我给你发了那么多资讯，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为什么故意不回？故意让我妈一把年纪还跟着担心呗？落月，都结婚2年了，你也不是小姑娘了。你说你那些城市独生女的娇娇臭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改？我闭上眼，听他们母子在我跟前一唱一和。等他们说完，我笑了笑，不想再废话，睁开眼盯着沈瑞，一字一句认真道：对，我故意不回，我就是不想过了，离婚吧。说完，我抱着双臂坐在了客厅中央，冷冷地看着这对母子的脸色在瞬间由红转白。沈瑞很震惊，都忘了生气，
似乎消化了好久，他才十分不解地反问我：好好的，为什么啊？就因为昨晚暴雨没去接你。我没犹豫，点点头，沈瑞立马不爽吼了出来：不是，大晚上的，你为什么非要我冒着大雨出门折腾这一趟？都说了车刚洗过，出门不就浪费了洗车费？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为了这么点小事儿，至于要生气离婚吗？我反问，你认为我不值得你出门接？刚洗过的车不值得为我淋脏？那你就和车一起过呗。我反正是过不下去。见我不像开玩笑，旁边惊呆的婆婆忙拧了她一把：小瑞，你怎么说话呢？好好跟小月说。沈瑞缓了会儿才脸色才好点，上前试图揽住我，像往常一样哄我：老婆，说什么气话呢？好好的日子，不过闹什么离婚？行，就当我昨晚偷了个懒，我错了行吧，我向你赔礼道歉，对不起，偷懒没去接你。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半晌，哦，你知道错了？对，老公知道错了，你就给老公一次机会吧，忘了当初结婚前我们说好的，谁都不许提离婚二字，这次我原谅你，下不为例啊。我默默离沈瑞远了几步，再次提出要求。不离也行啊，那就按照昨晚我提的要求，先把我的车钥匙还给我，以后我都要自己开车，这回算是触及他真正的命门了。我眼睁睁看着沈瑞的脸色彻底转黑，但我不在意，摊开手伸到他面前，示意他交出钥匙。他僵着莫动，支支吾吾半天还是试图挣扎。老婆，开车那么累的苦差事，老公来干就好了。再说你一个女人车技也不好，万一出了事，老公多心疼啊。我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定，手抬高了些。少废话，不给就离婚。友情提醒，离婚了，车你照样也得还我。沈瑞讪笑打哈哈，老婆，你怎么突然就想开车了？2年了，不也好好的吗？我不想下雨，还要求人来接，这个理由不充分吗？那我怎么上班？他还是不死心。我反问，这2年我怎么上班？你怎么上班呗？我也可以把你带去地铁站。沈瑞还想说什么，但忽然眼睛转了转，不知为何一下又想通了。行，给你。我早说过，一家人何必分那么清楚，其实谁开都行。话是这么说，但从他依依不舍掏出车钥匙的动作，明显看出他的言不由衷。我收好车钥匙，又冲他摊开手，还有一把。当初提完车，他就主动把车钥匙都收着了，说怕我弄丢要锁起来。沈瑞愣了下，继续打哈哈，一把不就够了？万一丢了，放一把在我这儿也可以备用。我也不说话，就一直盯着他。婆婆在一旁干着急，眼神不住打量全屋上下，满眼的不舍。她似乎比沈瑞还焦虑。我心里冷笑，是啊，这房子多好啊，朝南大4居，新开发区的核心区域，交通医疗教育样样好，本来就是父母送我的陪嫁房，要是离婚了，他们再也住不上这样好的房子，当然不想轻易离婚。最后沈瑞顶不住压力，只好咬牙，将另外一把钥匙也还给了我。明明他已经很不开心，还要努力维持微笑粉饰太平。老婆，你瞧，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你要开车说一声其实就行了，真没必要上纲上线。对他的说法我不置可否，如果只是说一声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我又会遭遇昨晚的事呢？自从车子被他默认使用后，平日我有再多的不方便，自己都会想办法克服。诚然，坐地铁、倒公交、打车甚至蹭车，都可以让我能够到达我要去的地方，完成我需要做的事，正如每个不开车的人那样。但我明明
不需要克服这些困难。爸妈给我陪嫁车是为了给我遮风挡雨，而不是给别人服务。瓢泼的加班雨夜，街头无人的午夜，甚至说走就走的崩溃时刻，我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一脚油门来去自如。我根本不用将就任何人，也不用等待任何人来支援我。沈瑞表面不在乎，但交出车钥匙后，周末这2天他都有些神不守舍，在我面前也总是欲言又止。平时他总说车是男人的灵魂伴侣，小情人，这下他倒也真像极了失恋的样子。我装作没注意，想看看他能演到什么时候。周一早上，像往常一样，他和我一起出门，走到车库，他自然就往驾驶座那边走去，发现拉不开车门，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没车钥匙。他讪讪笑了下，老婆，忘了钥匙在你那，你解一下锁吧。我走进车门，把他挤到一边，眼神示意另一侧，你走错了，你的位子在那边。沈瑞没生气，反而笑着拉开我，老婆，还是我来开吧，你技术不行，万一……我用力挡开他，一把拉开车门，一屁股坐到了驾驶位。没事，以前都是你送我，以后我也送你上班，为你服务。放心，我以前经常开我爸的车，技术也不差。再说，就算车子出了事，我也赔得起。他还想说什么，见我已经关好门要启动，才不情不愿上了副驾。半路上他还没放弃说服我，老婆，你送完我再倒回去，上班会迟到的，不如到了你公司，我接着自己开到我公司，下班再去接你。我没搭理他，一脚刹停在了地铁口旁边，微笑跟他道别。好了，到了，你坐地铁的时候注意点，别被占便宜了。这还是往常他经常嘱咐我的一句话。现在轮到送他了。沈瑞没想到我会只送他到地铁站，先是愣住，然后眼神不可置信。他正要说什么，我一把推了下他，行了，别磨叽了，快下车，一会儿被拍到罚款了。沈瑞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催下了车。在他发怒前，我一脚油门扬长而去。原来不用挤地铁上班也挺好的，难怪他每天把这车舍不得给我开。一整天我心情都不错，直到下班后，我刚走到停车场，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车子旁边站住。见我过来，沈瑞立刻迎了上来，老婆，我还是不太放心，特意来接你下班。我实在想不到，他为了开车可以特意绕路到我公司来。你提前下班，跑我公司来倒也不嫌麻烦。行吧，那上车回家吧。我依旧直接解锁开门，坐上主驾，一气呵成，没给他一点机会。沈瑞讪讪跑去副驾，假装不在意，实则一路上都不停劝我。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忍不住开口反劝了他一句，你实在那么想开车，你自己也买一辆吧，反正你工作也好几年了，首付几万块的代步车还是买得起的。那怎么行？现在买的不就是婚后共同财产了？沈瑞当即反驳。见我讽刺地看着他，他又找补了句，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既然公司顺路，没必要花冤枉钱多买辆车。行吧，既然你觉得没必要，那以后也别来我公司等我，影响不太好。再说我有时候会加班，你在那等着会有负担。沈瑞沉默了，过了会儿又重新开口，老婆，我真不是为了车，我就是担心你一个人开车不安全。其实我自己开不开都可以，地铁也挺方便的。那你可以安心坐地铁了。沈瑞半晌说不出一句话。到家后，沈瑞破天荒主动下厨，以往都是我做饭，他洗碗，今天他承包了所有家务，说让我好好歇歇。忙完家务，他再次向我凑过来，一会儿给我按摩，
一会儿给我递水，见我心情好了不少，又向我提出要把车钥匙，不过我还是坚持，一定要自己开车。沈瑞落寞离去。晚上睡觉前，我去餐厅接水，不小心听到她和婆婆在阳台小声嘀咕，女人生气轰轰就好了，再坚持2天，她还能一直把着车不让你开。早跟你说了，抓紧让她揣个崽儿才跑不掉。她家就一个独生女，将来家产不都是我们老沈家的？妈，不是跟你说了，小月不愿意早生孩子，怕疼，她不愿意你就依着她。现在她都开始跟你争车用了，恐怕过2天就要当一家之主，再不行动就晚了。你们房里所有那玩意儿，妈已经全给你扎好洞了，你这2天就……声音断断续续，我越听心越凉。想不到过往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婆婆，居然会如此恶毒地算计我。更可恨是我原本最信任的枕边人，一而再背刺我，这叫我根本不敢再继续住下去。我没吱声，偷偷躲回卧室，穿上外套，拿走全部首饰，就开车出了门。车子开出社区，我才给沈瑞发了条短信，家里有急事，我先回我妈家了。过了好一会儿，沈瑞抱怨的语音才传了过来，老婆怎么突然就跑了？都要睡觉了，老公好久没抱香香老婆了，前脚刚跟他妈算计我，后脚就打算实施，行动力还真快。我想了想回复他，家里有亲戚要找他们借几10万，我去盯着点。沈瑞秒回，那赶紧去，千万别让爸妈把钱借出去。呵呵，就知道只要说关于钱的事，他肯定会敏感。我正要下车，突然手机不小心掉进了座椅缝，弯腰下去摸手机的时候，却在主架位置下摸出了一个用过的口红，不是我的。我心里一沉，直接连上行车记录仪，翻看近期视频，一直看到凌晨3点，终于发现了沈瑞的秘密。难怪他坚持死皮赖脸要开我的车呢，原来是在车上开车，真让人恶心透了。我深更半夜回到自己家，爸妈都很惊讶。我只解释自己第2天在附近办事要早起，住近点方便。父母没有怀疑，毕竟结婚2年来，我和沈瑞从没在他们面前有过大矛盾，他们并莫多想。第2天一早，我跟公司请了假，找了个离婚律师咨询，离婚后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昨晚他和他妈的对话实在让我恶心，我1天都无法坚持演下去了。还好我重要的财产都是领证前获取的，所以财产分割在法律上基本没有争议。从律所出来，我约了闺蜜林妍逛街散心。这几天发生的事，让我的心情简直糟透了。逛完街，我们在一家私房菜吃完饭，正要开车回家时，发现林妍的车门被人剐蹭了很长一条划痕，车子是停在路边小巷里的，正好是监控死角，所以根本找不到嫌疑人。林妍和我都很生气，她在路口气了好久，我气不过，还拍了事故照片发了条朋友圈，特意吐槽这件事。怎么会有那么没素质的人，没有监控就可以乱刮别人的车？有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况该找谁呢？没想到我刚发完这条朋友圈，5分钟后沈瑞的夺命连环 call 却来了。落月，我早说过什么？让你别开车别开车，你非要任性，现在车被你弄坏了，你满意了？你知不知道这种程度的痕迹已经伤到底漆了？你知道要花多少钱维修吗？我平时都是小心翼翼的，就你马马虎虎，技术又菜又偏要开车。你在哪？赶紧发定位给我，我来把车开走。你别开了，维修费等 4S 店算出来你再给我转，以后你都别碰这车了。他劈头盖脸一顿数落，把我直接骂懵了。挂了电话，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我和林妍车子是同款，
沈瑞以为是我的车门被剐蹭了，可即使是我的车，也不该他来埋怨我吧。我很生气，直接给沈瑞发信息，告诉他不用再找我了。第二天直接到民政局办离婚。沈瑞没再回我，但当晚他就和王桂芬提着几斤水果找上了我爸妈家。得知我要离婚，我爸妈都被惊到了。王桂芬不住抹泪，小月，无非就是一辆车，一家人谁开不是一样？好好的，离什么婚啊？沈瑞也一脸难过的样子。妈，我只是以为小月剐蹭了车就说了他两句，谁知道他气性这么大。虽然我朋友他们的陪嫁车都是男方在开，但小月要开也不是不行。那天他要车钥匙，我也都给他了。其实我一个大男人坐地铁上班也可以的，我就是担心他开车不安全而已，都是误会，怎么就到了要离婚地步？我妈听了他们的话，也跟着劝我，是啊，小月，有什么好好说就行，不就是一辆车，怎么就闹到要离婚了？我爸半天不吭声，好半晌发了话，莫多大事儿，实在不行，你们再买一辆车吗？谁也不用争。王桂芬闻言眼睛亮了下，是啊，你们家条件好，实在不行，就麻烦亲家再出钱，给你买一辆车就行。小两口把日子过好了，我们当长辈的就放心了。我被他的无耻气笑了，我爸却莫觉得奇怪，反而点了点头。不行，我不同意，因为我的错误选择，我们全家已经对你们沈家倒贴够了，现在还好意思让我爸妈再给你买一辆车？你们母子真是千层底座腮帮子脸皮厚。我的话说得直白，沈瑞有些破防，他不顾场合，直接起身冲我激动吼道：落月，你说话别太伤人，我一没出轨，二没嫖娼，三不打赏主播，我这样的好男人，你凭什么不知足？行，本来想等对簿公堂的时候再拿出证据，既然他这么理直气壮，我不介意给他看看先导片。我把电视投屏打开，行车记录仪里精彩的震动画面和骚气的激情对话瞬间在客厅里回荡。沈瑞急得跟我抢手机，我爸眼疾手快，冲过来保护我，一把将他薅开。他又慌忙跑去把电视电源拔了，转过身，我爸一巴掌朝他抽了过去。我爸虽然年纪50多，但以前是学体育的，坚持锻炼了很多年。沈瑞一下被打懵了，我妈也反应过来，拉起王桂芬就往门外推。王桂芬常年劳动，比我妈有劲儿，反过来又差点把我妈推倒。我爸见状很生气，一人顶俩，把沈瑞母子打包推出了大门。落月，你个臭婊子，别欺人太甚，大家快来看看啊，骆家仗着有几个臭钱就欺负我们乡下人。落月，你离了婚就是二手的，我看谁会要你，将来别后悔又来找我。我沈瑞可不要二手货。他们母子没有离开，反而在门外大声骂骂咧咧，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旁边邻居也都纷纷出来看热闹，我爸妈眉心都拧得紧紧的，怎么也想不到沈家能没皮没脸到这种程度。我们果断报了警，远警来了，沈瑞母子怂了，不仅认错态度良好，调解没多久就十分配合地离开了。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只等着离婚就行。爸妈也后悔从前看错了人，现在对我离婚也没什么意见。我妈抱着我哭得伤心，爸妈给你陪嫁车子房子，是希望你能轻松过一辈子，不是希望你憋屈过一辈子。想不到沈瑞居然是这样的人。我爸也说，离就离了吧，离了爸妈养你一辈子。听他们这么说，我才发现，有时候父母并不是不能理解我们，他们只是害怕我们冲动下做错的选择。当看到我们在外面受伤，他们还是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第二天，我爸直接找了几个体校的学生去我的婚房，
把沈瑞母子的东西都扔了出去。王桂芬哭天抢地，母子俩狼狈得要死，名声火速臭上了本地热搜。沈瑞很是丢了一次人，但又不敢当场反击，毕竟那些体校学生的块头摆在那里，他敢怒不敢言。我爸放了话，如果他第二天不去民政局办离婚，就找人去他公司压着离。沈瑞当时很怂，咬牙答应一定会去。结果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正打算开车去民政局，就发现我车的挡风玻璃居然被人砸碎了。我直觉就是沈瑞干的，直接报了警。远景调监控，发现晚上断电了一小会儿，那个时段刚好默拍上，但之后我的车就被破坏了。不过这种小案对远景来说很简单，末2天就破了案。嫌疑人就是沈瑞，他被抓的时候还嘴硬，车子是我老婆陪嫁的，我砸我自己家东西关别人什么事？我又没犯法。可是不管他怎么辩解，法律不会冤枉违法的人。车子明确是婚前我父母全款给我买的，属于我的个人财产，他的行为完全构成了故意毁坏财物罪，且数额较大，我拒绝接受调解。王桂芬当场就在派出所跪下了求我，小月，求求你了，如果小瑞进去了，他们国企肯定会开除他的。我妈劝我算了，毕竟真让他失去一切，等他出来光脚不怕穿鞋的，可能会跟我们鱼死网破。我想想也是，就同意只要他立即配合离婚，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和双倍的修车费，就放弃起诉他。在律师见证下，我们签好了离婚协议，我拿回了属于我的房子车子。沈瑞因为出轨加上砸车直接净身出户，不仅如此，他还把这几年存的钱掏了一大半赔给我。1个月后，我如愿拿到离婚证。不久后，听说他受不了磨房磨车的日子，为了少奋斗几年，转身攀上了个富姐。沈瑞皮相还算不错，富姐虽然年纪跟王桂芬差不多大，但出手很大方。没2天，沈瑞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豪车，还是敞篷的。他把车特意停在我公司门口，见我走过来，一脚油门在我眼前冲了过去。可能他觉得很帅吧，我只觉得好笑，对车执着成这样，他也真是个人才。不过富姐的车也不是那么好开的。有次闺蜜去酒吧，看见沈瑞衣衫不整的从富姐豪车上下来，嘴巴还破了皮。她本来准备走了，却见那辆车上又陆续下来另外2个帅哥，也同样衣衫不整。最后下来的是富姐，闺蜜赶紧拍了照发给我吃瓜。我也震惊了，这回真算是重新认识了沈瑞，人怎么可以为了虚荣做到这种程度？闺蜜感叹，她有这份毅力和脸皮，做什么不会成功。不过笑完就算了，以后我的人生都要彻底删除这个人。现在我才醒过味来，从一开始这段婚姻就是精准扶贫，所谓的真感情也是个笑话。如果沈瑞一开始就充满算计和控制，而不是疯狂追求我对我好，我压根就不会看上他，并且在被催婚下就冲动结了婚。只可惜从前我想不通，稀里糊涂被推着走。好在最重要的是，从今以后我都会把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接受别人安排的人生。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记得常回来看看，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咱们下期见。